周日，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北京出席庆祝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0周年招待会。王毅强调，要把不是盟友胜似盟友的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断推向新高。外界观察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之际，中俄密切互动向外界释放出强烈政治信号，即中俄关系在当前国际形势大变局下的牢固性与稳定性。周日，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出席庆祝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0周年招待会，并致辞。过去20年，在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指引下，中俄关系经受住各种风险和挑战考验，在国际风云激荡变幻中笃定前行，历久弥坚，始终保持强劲势头，不断迈向历史新高。王毅表示，20年来，两国互尊互信、相互支持，树立起大国相交、邻国相处的典范。双方通过平等协商，彻底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使4300多公里的共同边界成为两国友谊和合作的纽带。双方始终尊重对方根据本国国情选择的发展道路，坚定支持对方维护本国核心利益，建立起高度政治互信和战略默契，为彼此安全与发展构筑起牢固战略支撑。在两国元首共同引领下，继续拓展各层级的交往，巩固双方背靠背、肩并肩的战略协作，共同捍卫两国核心利益，共同促进两国发展振兴，共同维护两国周边安全稳定，把不是盟友胜似盟友的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断推向新高。出席招待会的俄罗斯驻华大使杰尼索夫再次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杰尼索夫表示，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稳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推动新时代俄中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相关条款规定，如出现缔约一方认为会威胁和平、破坏和平或涉及其安全利益和针对缔约一方的侵略威胁的情况，缔约双方为消除所出现的威胁，将立即进行接触和磋商。分析人士称，依据这一条款，双方在遇到安全威胁时有相当大的协调空间。中俄双方并没有结成军事政治的同盟，也没有针对任何的第三方也没有试图去搞集团化的这个大国的对抗。我想这是它的第一层意思。第二层意思呢，胜似盟友指的就是在中俄关系这些年的发展的过程当中，尤其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0年以来中俄双方在很多的国际问题上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这个合作，那么共同为这个促进两国人民的这个福祉，促进国际的和平稳定一个发展做出了双方各自的贡献。在元首外交的引领下，新时代中俄关系经受住了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延续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确立的世代友好理念，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生动实践。在过去不到2个月的时间内，中俄两国元首已2次通话。5月1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通过视频连线，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共同见证两国核能合作项目开工仪式。6月28日，两国元首再次视频会晤，宣布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延期。外界观察指出，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是中俄外交的重要契机，两国密切互动向外界释放出强烈政治信号，即中俄关系在当前国际形势大变局下的牢固性与稳定性。与此同时，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一边对中俄进行遏制打压，一边企图挑拨分化中俄的背景下，中俄元首的频繁互动和中俄关系的持续提升更显得意义重大。上周五，俄罗斯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扎哈罗娃在谈及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0周年时强调，这是中俄两国建立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以及深化一系列务实合作的基础。无论是在俄罗斯还是中国，该条约都是今年两国政治意识形态中最重要的大事记。两国关系不断深化，表明该条约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这种态势将继续保持下去。扎哈罗娃还秀了一段中文：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使两国人民间友谊世代
相传。7月4日，在第9届世界和平论坛上，在谈及中俄关系时，俄罗斯驻华大使杰尼索夫表示，俄中关系可以说是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超越了传统大国之间的互动，避免了意识形态化，不干预、不针对其他国家。当有西方国家驻华大使提到所谓中国共产党将自己的意识形态强加于人，杰尼索夫当场愤然反击，力挺中国。Well, if somebody gives me just one example of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mposing its ideology on anybody outside Chinese borders, I will be very grateful. 现在我们确实看到了大国关系是冷战结束以来比较紧张的一个时期啊，尤其是有一些大国呢，为了维护自己的霸权地位啊，采取了一些对国际和平稳定造成危害的这样的一些政策。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在人类面对的很多的新的挑战问题上，你比如说气变问题上啊，比如说生物安全问题上等等。那么我想，中俄战略协作、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呢，这种战略协作，我想最深入的表达的方式，就是要在这些有共同挑战的地方，我们来进行有效的战略协作，维护双方的共同利益，促进国际的和平稳定。此外，在人文领域，双方持续筑牢中俄世代友好的民意根基，推动更多接地气、聚人气的民间交往，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为中俄关系书写更加精彩的时代篇章。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立100周年，俄罗斯驻华大使安德烈·杰尼索夫专门用中文录制视频，表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俄驻华大使馆的微博发布该国国宝级艺术团亚历山大红旗歌舞团用中文演唱《七律长征》的视频，并介绍说，早在1952年11月，该团就以一行250余人的强大阵容首次来华演出，与中国人民结下深厚情缘。俄罗斯方面别出心裁给中共庆生的视频引发网友热议，纷纷称赞好感动，走心了。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吴卫。吴先生您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周日在北京致辞强调，中俄关系不是盟友，胜似盟友。您对此如何理解？事实上，王毅这句话也是在回答外界多年来的疑问，那就是中俄关系究竟是盟友还是伙伴？这种带有一定代表性的质疑，体现在对中国奉行的结伴不结盟政策的不解与怀疑。2012年5月，中俄在联合国共同否决关于叙利亚问题的提案之后，时任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主席施瓦布将中俄关系比喻为所谓处于权宜之计的方便婚姻。若沿着这个逻辑走下去，那么在一些人看来，中俄似乎是因为美西方这个共同的外部压力挤压，逐渐走到一起的。是一种临时性的塑料的互相猜忌的松散结盟，但中俄两国显然走出了一条更为宽广的道路，因为我们拿着一张更大的地图。国际关系其实与人际关系有着许多相通之处。假设两个人因为都不喜欢某一个人而走到了一起，那么这种由厌恶的趋同所维系的友谊恐怕很难保持长久。我认为，一段颠扑不破的牢固友谊，往往不仅限于我们都不喜欢谁，更在于我们都喜欢彼此。中俄之间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之所以不是盟友，却胜似盟友，在我看来，主要在于中俄两国都在彼此的身上找到了更大的共识面，建立了一种基于平等、互信、相互尊重的务实伙伴关系。在国际关系的历史中，结盟是强国拉帮结派的工具，是弱国左右逢源的车票。中国所秉持的结伴不结盟政策，很大程度上源于对历史经验的总结思考。我们亲身体会过与苏联老大哥相处的日子，我们亲眼看到过冷战结束后北约内部派系林立、矛盾难以调和的肥皂剧。我们深知中国理应走出一条符合自身国情、符合国家禀赋、符合民族特点的独立自主外交道路。那么，同样的，当俄罗斯在苏联解体之后，因为奉行大西洋主义，试图回归西方、全盘西化而遭受这个碰壁之后，更加务实理性的，既面向西方也面向东方的双头鹰战略重新占据了主导地位，也由此，
中国成为俄罗斯绕不开、必须友好相处的重要邻国。因此我们看到王毅昨天在发言中的开篇，他是这样讲的：20年前，中俄在全面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把握世界大势的基础上，签署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在我看来，中俄关系走到今天，既脱胎于两国对历史的思考，也反映在当前的世界格局，更聚焦在未来的共同使命上。好的，也谢谢吴先生以上的分析，请您保持在线，我们稍后还会继续连线您，谢谢。